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博客里面介绍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东西，就是我写了这么多博客，然后有一些点琐碎的，不会花很大篇幅去讲的一些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也跟大家继续分享未来我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方面的视频。因为博客嘛，它会跟随着科技烂的这个频道相辅相成的配合着，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学习资料或者说跟视频相关的一些东西，我都会放在博客里，我觉得体验会比较不错。就是有可能我找到了一个域名解析的网站，然后呢我就分享到博客里，然后我们通过视频来迁移。当时做博客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会在博客里头先出，然后先去整理，不断的成型，等到时机成熟，我就会把它转化成视频跟大家见面。就比方说这个 WordPress OCR 文字识别，这个也是先有博客。一般来讲我做视频都是先有博客信息，然后再会去做视频。就比方说这个关于 WAF 防火墙规则的，这个以后建站被打之类的 Cloudflare 该如何去设置防火墙规则，这个到时候也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它用 Paper 绑定，但是注册账户不太行，就是我还要再去研究它的一个注册技巧。AZ100 我之前说了号被封了，其实不然，其实是我用完了用的还是比较狠，微软银还是很克制的。宝塔在反带 HTTP 站点的时候呢，会出现502的错误，这个的解决方法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反带的话会报错，对攻防这个网络安全等相关话题最近也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也会研究这一方面的东西。当然我还是停留在非常非常基础的阶段，毕竟不会代码，没办法深入的去了解这方面的东西，只能了解个概念。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Do 的 VPS 白嫖体验的一个计划，然后这款 VPS 呢，就是微点 PS 这家厂商呢没有 Paper， 再放一放，等时机成熟了再考虑。这个是我未来想做的广盘的安装方法，我已经很熟了，而且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简单的方法。我的亚马逊云的账号被封禁也是因为这个虚拟卡的一个问题虚拟卡注册不是特别靠谱。然后关于我这个 iPhone 14 Pro 体验报告陆陆续续在做，然后做到后头就感觉没有什么意义了，感觉过了这个热点。但是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苹果手机上的使用上的一些技巧或者说经验分享。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AA Panel宝塔的国际版，也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建站的面板，或多或少会收集我们的隐私用户数据这些，对于我们学习来讲问题不大，让它收集好了，我们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还有一个聊天系统我一直在找一个很合适的这个聊天系统源码或者说是搭建方法，但是还是比较麻烦，所以就没有整理得很好。这个聊天系统呢，它负载会很大，而且它成熟的方案是在 CentOS 上，所以也是被我嫌弃的。然后 Linux 的基础命令大全目前整理了几个，当然还是不能称之为大全。之前我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就是说谁消耗我的流量，我就把谁的 IP 段给屏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比较被动的一种解决方案。当然没有我们现在理解的对网站安全这么深刻有着一定的防御能力了，所以这一个也只是停留在很基础的 Linux IP table 相关的基础，就是关于翻译的，翻不了译了。之前用修改 host 文件现在应该也不是特别奏效了，但是我们发现只要你使用代理了，这个翻译功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这边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问题还不大。好，关于基瑞号的话，我这边确实这段时间没有精力去关心基瑞号的引进或者说是出售之类的，把时间心思还是放在做视频上，还是放在跟大家分享内容上卖基瑞号大家可以自己找自己认为靠谱的渠道，因为如果我这边推荐的话
也没用过，所以也不会很靠谱。外网的一些注意事项，这个大家可以着重去看一下，我写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也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这方面隐私泄露啊、被人骗啊，或者说自己的网络安全意识啊这种。然后就关于这个 VPS 圈子里的日常语言梳理，这个也没有时间，如果有感兴趣小伙伴能帮我整理的话，希望大家来帮忙。虚拟卡我个人还是不建议大家去使用了，短期看注册也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反诈中心的相关的一些提示风险，所以我不会去碰这个东西了。关于这个时间，这个大概是群里的小伙伴大概理解整理的，因为我们没有在生产环境中应用过 VPS， 所以对于时间时区相关的这些点重要性我们其实没有很深的认识。对于一些企业级，对于一些搞支付的、搞金融的对于服务器的时间是非常考究的，就是在时间层面上是不能有错误存在的。好，就是传说中 BBR， 这个我跟大家之前也讲过，就是 BBR 加速，然后还有这个外网小能手，一个类似于云桌面的，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视频里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款是之前看波仔做了一期这个服务器厂商的，结果反馈不是特别好。1600的这台机子我也之前做过视频，体验呢也是一般，有需求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他家的 ARM， 就是 ARM 架构的服务器。今天的话就大概这么多吧，因为我写了很多博客，也不能这一期齐的跟大家分享，反正大致的一个思路就是这样的，我会在博客里头先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比较潦草的，还没整理的特别清楚的，或者说可以先睹为快尝鲜的一些东西，可以在博客里先看到，然后才会稳定的输出到视频层面上。如果感觉对自己有帮助有需求的话，那欢迎大家的订阅和收藏我的博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